意外被系统选中，穿成了君夺臣妾文里的炮灰宫妃。系统听不懂上古言，我也听不懂，于是我就成了又聋又哑的小哑巴。因为皇帝想霸占臣妻，就将我换给了男二。温宝儿怎么还不回来？沈大人，您的夫人已经在马车上等你了，咱家领您去吧。多谢公公。好。难道是温宝儿在后宫惹了什么事？多谢公公。无碍。沈大人，你接下来的路可要好好走啊。多谢公公提醒，看来这温宝儿是惹了个大麻烦。这是在确认我的态度。原来是这样，这还真是大胆至极啊！沈大人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尊夫人身体不舒服？不是，只是马车太过昏暗。哦，那咱家就把这盏灯送给沈大人。这夜间昏暗，沈大人可不要认错了夫人。当真是的灯下美人月下花。陛下竟将此角色还给了我。原来是在装睡。说说吧，你们的身份。回大人，刚刚那位是奴婢的主子，涟漪宫的羽才人。他竟然是宫中的妃嫔，陛下应该是没有见过的。今夜马车混乱，想必是有人故意为。陛下将你家小姐与我妻子兑换了。这不是在折辱我家小姐吗？哪里还有妃嫔赐给臣臣的说法？小姐怎么那么命苦，就这样被随便赏赐出去了？大人，你还有所不知，我家小姐前不久遭宫里黑手，成了又聋又哑的小哑巴了。下黑手之人想必是知晓她容貌的妃嫔，怕她承恩得宠才下此胡手。大人，奴婢知道您和夫人是琴瑟和鸣的眷侣，突然被拆散，肯定心中不快。但我家小姐在这件戏中，她真的是无辜的。小姐是庶女，如果就这样被放回家，肯定没有好果子吃。她毕竟也是妃嫔，大人能不能就当在家里养两个闲人？奴婢干活利索，会帮衬府里的。陛下有此举动，就说明了他是将你家小姐赐予我为妻。你家小姐现在就是我沈之言的夫人，你们就在沈府待着，不用归家。放心，我不会因陛下换妻的荒唐举动而为难他人。我家大人和先夫人新婚不久，因为大人先前大病一场，还尚未和先夫人同房，一直是分睡的，感情的确不如其他新婚夫人深厚。恰好我家小姐未成隆恩，也还是清白之身。多嘴。看来这个世界长期饭票有着落了。多好的互动机会啊！宿主你别顾着吃啊！离开京城，或许更有利于发展感情，也能避开那位以我现在的实力还护不住的。他倒是聪明。谁啊？没什么。笑什么？你还不是解不开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可以教夫人。他在骂我蠢？应该没有吧？哪里没有？虽然我听不懂上古音，但我不是傻子。好像是哦，不行，
凉拌喽，开摆吧，筒子，就当度假。我失败，没有积分了。看来还要再去找一个兼职赚积分了。他写了什么？你看得懂吗？听是听不懂，看倒是没问题。怎么我也是汉语专业的？他说他被调离京城，要去凉州做知府，让我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。这和剧情不一样啊！小姐，快起来了！天杀的，都穿到古代了，居然还要早起！我来吧。醒了。他应该对自己也有几分好感吧。还好将她带离京城了，现在她是我的夫人，谁也带不走。醒了。什么鬼？沈之燕怎么在我的床上？你先吃点这个，垫垫肚子。大半夜还有热食。给吃的就是大爷。大人，水烧开了。大人，还是我来吧，你先回房里，我等会儿做好端进来。不用了，我来吧。这是不给吃？这是要喂我？男人就是矫情。没想到古代调料那么少，做出的面片汤居然那么好喝。罢了罢了，这可是长期饭条。今晚这被窝还怪暖的。要攻略成功了吗？这是攻略成功了吗？那我可以不用找兼职了。应该是去上班了吧？可怜的上班族。他这是要搬来和我一起住？管他呢。沈之言很忙，非常忙，只有在晚上才能见到他。他在等我回家。这万家灯火，终于有一盏灯是为我而亮了。
514，你还想不想了？到点了怎么还没来啊？对，我不干，听到了没有？我筒子不干了！你个破烂无赖、没有宿主的臭桶！真的好爽，不用干兼职的感觉真好。原来他每晚都偷偷打扮自己。那个人之前也是这样，趁着我睡觉才去收拾脸上的伤，怕醒来会吓着我。我好想你，妈妈。我是初秋穿进这个世界的，现在一晃眼已经到了正月初一。昨天除夕夜耐不住睡意，压根就没守岁，还是沈之燕坚持守岁，守了一整晚，早上支撑不住了，倒头就睡了过去。他也没有表面上假装的那般潇洒吗？夫人呢？夫人在花园里赏梅花呢。青竹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已经吩咐过了吗？不要让人碰我的脸！你是怎么做事的？大人，是夫人要擦拭的。怎么办？他看见了，他会不会嫌弃面容平庸的我？大人，大人，你有所不知啊！我看到夫人在给你擦脸的时候，夫人她笑了。夫人没有露出嫌弃大人的表情，夫人笑得还蛮温柔的。是谁让你一直盯着夫人看的？大人，关注点是这个吗？大人。还是第一次看见他装扮得如此郑重。搞什么？他怎么了？他写什么？想带我出去玩？这么冷有什么好玩的？再给我一些时日，我就会有足够的实力护住他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出门玩，街道上到处张灯结彩，各种叫卖声混杂在一起，我见什么都感觉有点新鲜，看到什么玩意儿都要过去看几眼。四处看了看，找到了个新鲜玩意，当地特色的奶酒。大人，这酒会不会太烈了？夫人还从未饮过酒。不是，这酒温和，还很好入口呢。凉州当地的很多女子都爱饮这个，只是后劲比较大罢了。经过上次的长途跋涉，我看见马车就想吐。沈之言心疼我，把刚刚买来的腌制青梅喂给我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吓到他。青竹，把奶酒温好，送到房里来。好的，大人。还有，
今晚烧足热水，准备点醒酒茶。是。大人的耳朵怎么那么红？这傻妞真是没有一点眼力见啊！绝不能让这死脑筋的傻妞坏了大人和夫人的好事。好香的奶味。瞧瞧，多么暧昧的氛围啊！攻略关键点就在此刻，主动啊，主动才有爱情，主动才可以攻略成功。他在想什么？皇宫，陛下。原来酒的口感是这样啊，还不错，感觉有点像在喝牛奶。乔乔，我家祖上曾经也是名门，出过丞相，只是后来渐渐落魄，家产也全都败光。我一出生就背负着重振家门的使命。虽然父母早逝，但一直有族人帮助，我也一直以此为己任。他们都说我是天纵奇才，但是当天才真的好累。我不能停下学习的步伐，我要聪明绝顶，我要过目不忘，但我还是成功了。18岁3元及第。他是在跟我说他的过往。我在那个京城一无所有，3元及第的荣耀散去，我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小官罢了。我想不辜负族人的期待，我想重振祖上的荣光，但我也想起了家族遗留下来的圣贤书，想起了书上圣贤说的被冻死的孩童。我不仅想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还想为国土上生存的百姓做点什么。人活一世，总是要留下点痕迹给后人知。这不对，这很不对劲，这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啊！沈之言他在干嘛？他是男人吗？还有雨乔，那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走进沈之言的心里，他居然又睡着了！我在这叫他，他也不应，睡得跟猪似的，真服了！两个天公天婆，何必锋线和温之宝都已经大战几百个回合了，你们还在这儿马趴看了？真的会把桶气死。我好不容易升职了，但那个显国公为了自保，居然逼迫我娶温宝儿。世家大族都不想接过这块烫手山芋，他又瞧不上其他平庸的寒门子弟，才看上了我。我不愿娶温宝儿，他就用我的仕途相逼。温宝儿跟他那个爹一个样，我厌恶他，一点也没有搭理他。他怎么样我也都无所谓，但我没有想到他会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。他把你送到了我的身边，他千不好万不好，只有这一点好。乔乔，我的过去都是自己孤独走来的，
是你让我心上的荒芜之地重新迎来生机。屋子外面是寒冷的凛冬，而这里永远因为你温暖如春。乔乔，我们成为真正的夫妻好吗？你愿意的话，就点点头。什么声音？吱呀吱呀的，是房子要塌了吗？房子没事儿，看把你给困的，你先去自己房里歇着吧，这里有我伺候着。我一个无性别的桶能干什么？有什么看不了的？为什么要屏蔽我？真的很无助，谁懂？温宝儿怀孕啦！原剧情里，温宝儿怀孕的时候，也是废太子风清谋划谋反的时候。像我这种废物，还是继续吃喝玩乐吧，大不了就和沈之燕一起死呗。你是谁？满园的春色都不如他。沈之燕对神符把控的那么严，他是怎么光明正大的进来的？乔乔，好了，退下吧。这是我前来府上拜访的同僚，不是坏人。有没有被吓到？沈之言这人真好玩。那名陌生男子应该是客人吧？他不去招呼客人，来这跟我说什么？啊！你确定要我一个话都说不出来的人跟你招呼客人？宋侯爷，这是卓西羽氏，他有口疾，不能给您问安，还请见谅。无事。沈夫人，宋某不请自来，惊扰了夫人，还请见谅。抱歉，他耳朵也听不见，还请侯爷见谅。他应该是陛下赐给沈之言的妃嫔，天生聋哑之人，是通不过宫中选秀的。所以，他是被后宫之人残害的吗？我一向鄙夷其他高门子弟，沉湎女子皮相，没想到现在却也因为皮相对一位有妇之夫而动心。宿主，怎么了？我刚刚又
翻了下原剧情，那个宋泽豪是废太子的人，沈之言居然在接触废太子，他是要帮废太子造反吗？不是，那个封禁算法失败了，你得阻止他。放心吧，他心里有数。今天的那位男子是刚继承侯位的宁远侯宋泽浩，是废太子风清的人。我准备和风清合作，我们不久就要回京城了，到时候风修一定会各种针对我，我必须先下手为强。过几天我会出去，和废太子见上一面，商讨事情。我有时候感觉雨乔真的是从天界下凡的仙子，平日里那股冷性懒散的气质依然挂在眉梢，她好像什么都不在意，对什么都无所谓。但现在他却在认真地看着这张记载着我杀头之罪的纸张，烧掉，生怕他没烧干净。完成吧。真是的，沈之涵就这样安安分分的，不好吗？如果他一直躲在凉州，就不是他了，别担心。大不了咱们在阴间活着呗。我在阴间钱多，到时候我罩你啊！你个大头鬼啊！阴曹地府是你文明里了的，我和你文明都不一样。我怎么会到阴间去呢？同生艰难，早知道我就不……唉，算了算了。你今天去神府怎么样？沈之燕那边怎么说？姑还真没想到，他会主动向姑示好。你这是怎么了？在神府遇到了什么事？怎么刚刚那副表情？我们都想错了，沈之言不是为了文宝儿。看来是姑看低了他。姑就说那么一个聪明人，怎会看上温宝儿那么无趣的人？不错，我喜欢有野心干事的人。文有他，武有你。看来姑夺位有望了。殿下，沈之燕是为了他现在的那位夫人。你这样一说，搞得姑都来了兴致。有机会还是要见见。现在这位沈夫人的，要是长得不错，等我成事后就学学那风萧，将他纳入宫来。殿下，好了，开个玩笑罢了，瞧把你吓的。姑又不是风息那个野蛮子，姑爱干净，对他人妻可不感兴趣。哎，不对，姑一提他，你反应居然那么大。你在神府见到了他，跟他只见了一面啊！哦，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对他一见钟情。大人，这……无妨，我现在已经有能力护住夫人了。朕可是给他换了个好妻子，小小一臣子，朕才不管他怎么看待朕的，朕只要他好好替朕干活就好了。沈之言的确是个人才，放在凉州也怪可惜的，朕就把他调回来了。那帮废物把户部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朕需要个能人去治治。他是很好的人选。陛下心里有数就好，臣妾就怕他困于往事，对你我心怀芥蒂。那沈之谈爱妻的好名声，在凉州可谓无人不知，他现在可是高兴得很啊。爱妻，那么冷淡的人，现在居然有个爱妻的名声。今晚又去李贵人那儿啊？你这是窥探地色，这要是放在其他人身上，可是死罪。乖，别多想，整个后宫朕只在乎你，好好养胎。哼，整天养胎养胎的，要臣妾一直待在宫殿里头，搞得臣妾真的很心累啊。臣妾想要出去玩。太医也说了，臣妾这胎怀得很安稳。过今天大长公主的80大寿，她待朕不错，朕是要过去的，朕就带你过去，给大长公主祝寿如何？陛下待臣妾真好。大长公主的80大寿邀请函，我比沈之言先看到。邀请函明确说了，要夫妻2人都来。我真的很讨厌聚会。大长公主的80大寿恰逢休午，皇上都会来。我一个侧2品的关恩员，没有理由不去。没事，不严格划分男女戏。乔乔，我会护着你的。长期饭票都这样说了，去就去吧。他敷粉的技术越来越好了。要是被妈妈看到我这么张扬，非得再发一次疯不可，然后我又会迎来一顿新一轮的暴打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要发疯打你啊？因为害怕悲剧重现。什么悲剧？你知道吗？我所在的世界有一部电影叫《房间》。之前要你成家，一直找借口不肯成家。今天宴会上会来很多未婚的女子，你也可以好好瞧瞧。要是有看中的，尽管跟母亲说，母亲立马去提亲。母亲，不会有的。她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，她应该会来吧？这可是大长公主的大寿，沈之霄一定会带她来的。阳光的城，也许的晚。
突然觉得当初装聋撞哑真的是正确不过了。啥话也不用说，就跟在他身边行行礼，客套的笑一笑就行了。臣沈之燕，携内子，给大长公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别拘礼。来，好孩子，到我跟前来。知道你身子不佳，这镯子养人，戴着玩玩。来，乔丫头坐我身边来，咱们娘俩说说话。大长公主厚爱是内许的福气，只是她自小聋哑，性子又怯。啊，这女娃长相真是不得了，难怪沈大人如此呵护了。可不是嘛，沈大人向来清冷，如今对沈夫人这般上心，可见是真喜欢。好厉害啊，都不慌，还能笑得这么好看。他非要把他带出来做什么？难道他不知道他这脸有多招人吗？他就不怕招惹来那些混账东西吗？招惹来那些贪色的混账！万一陛下也看上了雨乔怎么办？乔乔，别怕。他为什么老是攥着我的手？一只手真不好吃饭。这是风叔要来了。这应该是男主风兄和女主温宝儿。来这个世界也那么多年了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和女主的见面呢。其实攻略风萧也是可以得点积分的。嘿嘿，宿主，你要不要尝试啊？我拒绝。这可由不得你，有美人光环在，就算宿主不说话不主动，还是会有人贴上来的。只要有他，宿主再懒再蠢也没问题啦。世上竟有如此貌美之人，寡人竟将如此角色换给了沈之燕。那种眼神之前只会落在我身上，现在却落在了他身上。那个被转手的雨乔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妾有些不舒服，臣妾肚子疼。陛下，你还爱臣妾吗？乖，不要多想，好好安心养胎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肚子里的孩子。好，臣妾明白了，臣妾会好好照顾肚子里的孩子。你好好休息，朕还有公务要处理。好，陛下要保重好龙体。雨乔那么出众的样貌，为什么在宫中会一直默默无闻，连一次面圣承宠的机会都没有？他雨乔本是寡人的妃嫔，却被沈之言这么个手下败将给得到了。从宴会之后，沈府戒备森严，沈之燕还给雨乔送来了8个侍女。这8个侍女都练过拳脚，护你周全。沈之燕真是靠谱。见过夫人。
沈之言做事真是雷厉风行，往后在这沈府里，日子应当能安稳不少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们的生活怎么越来越好了？沈之燕这是贪污了？没呢，都是正常渠道得来的。他好像跟商人那边那儿搭上了。果然，脑子好使的人就是厉害。还得谢谢你送来的人。风萧这段时间盯得严，你的人为我解决了不少麻烦。我不是为了你，我该走了，不然陛下该起疑了。你能让我相信吗？我有深爱的妻子，做不到真正的无私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她永远都是我心中的第一位。我自民间走来，目睹过百姓遭遇的种种不公，自己也被权势压迫过。前朝清官李府，爱民如子，两袖清光，为官30年，仍家徒四壁，一清二白，生前无锦衣，死后无棺木。我没有那么崇高的品行，注定成为不了第二个李府。但我唯一能保证的是，我会竭尽全力，减少欺压，减少不公。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符的情形不该出现在这片土地之上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凤青心乱了，他提前了计划，为了快速敛财，杀害100多条无辜生命。我在京城根本阻止不了，好好照顾他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回陛下，沈府近日戒备陡然森严，护院换了大半人手，角门、院墙乃至内院夹道，处处都布了暗哨。朕养你们何用？沈之燕不过是个朕随手提拔起来的庶女，给了他几分权柄，便真当自己能只手遮天了。他沈之安护得再紧又如何？这天下都是朕的。一个女人，朕迟早要亲手拿回宫里去。原先还以为古人保守，没想到坊间话本尺度这么大，这剧情放是番茄都过不了审。这话本，越看越上头。好好好，爱看就看。我已经让人去搜罗别的了，回头给你送过来。风清造反已经1个多月了。反正我又不是皇帝，反不反关我啥事？你倒是心大，就这么好看？算了，夫人爱看就看吧，编排就编排，总比他闷着强。宫里下了旨意，中秋宫宴，百官携眷入宫。风清都造反了，还办宫宴？陛下自有分寸，你若不想去，怎么不去？正好去开荤。馋猫，你就作吧，要不是有我的美人光环，要不是沈之燕这人上当，你看你还能像现在这样舒服吗？看看你，哪里有一点攻略者的样子？我隔壁515说，他宿主都还在雪地里跪着呢。他为什么要跪？为家人求情，人家可比你聪明多了。先立一个深爱男主的人设，被男主虐来虐去，仍然不改心意，慢慢打动男主，最后为男主壮烈死去，让男主一辈子都忘不了他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哦，他蛮懂人性的。好好学着点儿。不学，虐自己多累啊！况且他死后，男主可还活着。男主余生那么长，说不定还会爱上别人。如果他在男主最爱他的那一刻，直接把男主杀了，那男主不就一辈子只爱他了吗？一个死人可变不了心。虽然有那么点可怕，但好像很有道理，怎么回事？放心，我只是随便说说，我可是团圆。本来也没多担心，被你这么一说，那的确该担心担心。可世界还是有真爱的，对感情这种事情上不要太悲观了嘛。不会有人一直爱着你的。不会有人一直爱着我。
除了妈妈，走这么慢，跟只小乌龟似的。再走就迟到了，抱着快。不对劲。让人改了改马车，省得你坐得难受。吃你的就是。瞧见没？陛下特意吩咐加的菜，这是又看沈侍郎的夫人了。当年不就夺了一位？小声点，不要命了。就算再进宫又如何？皇长子终究是我肚里的。起来吧，无妨。懂了，让我跟宫女走。不怕。这小子这是要搞事儿啊！你看看沈之燕多在乎你啊，他这是生怕动到了你，关心你。这画面倒很像几年前的宫宴。宿主，快下去，这肯定有阴谋！你的圣剑收走了。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别急，看到他了吗？是沈之燕的人，之前入宫的时候站在沈之燕那个书童旁边。好了，打住，什么都不要说了。你不是一直夸沈之燕厉害吗？那你应该相信她。我没夸错吧？沈之燕还是很贴心的。的确贴心。明日该敲打敲打侍奉的人。心心念念之人，此刻就在寝宫之中。上一次这般紧迫与振奋，还是在夺位之时。看样子，张贵登是对他用了药。朕更想与清醒的他亲密，朕想要他的回应。还是等他醒来吧，先看看他睡着时的模样。不好！是你？剑上有毒。陛下武功盖世，臣不过区区一文人，不用点手段怎能降服得了您？陛下也别想着换人来，不会有人顾及这里的。沈之言，就凭你，朕宫中侍卫可不是吃素的，朕的亲卫队可是跟随我征战边疆，我还是劝你乖乖束手就擒。朕还可以看在你这几年替朕照顾皇后羽氏的份上，给你留个全尸。陛下这是被毒昏了脑子。她不是你的皇后，
也不是你的余才人，她是沈某琴瑟和鸣、白头偕老的妻子。陛下真以为竟将造反之事平定了下去？的确，我一个小小的臣子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可以将手伸向后宫，但太子封亲可以。就算你的亲卫队赶来，也是无济于事。凉州虫蛇颇多，毒药也颇多，这毒可是其中最烈性的，中毒者不出1个时辰必然暴毙。其实自我见到乔乔的那一刻起，我便料到我与陛下必然是一死一生。是你不好好珍惜乔乔，但凡你有看他一眼，他就不会被刺向。但你没有，反而让我发现了乔乔这颗蒙尘的明珠。现在你发现乔乔貌美，又觊觎她的美色，想要把她夺回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你要夺走温宝儿，臣虽有不满，但也会恪守臣子的本分，为陛下认真办事，成为陛下重伤世家的利剑。可陛下，你不该试图夺走乔乔。为什么输的人是我？我17岁上战场，立下赫赫战功；27岁更是成功夺位，成为万人之上的帝王。之前从无败绩的我，怎么会沦为一个臣子的阶下处？陛下，你是个优秀的将领，却不是个合格的皇帝。帝王之术在于制衡，你不懂政治，不懂人心。陛下，世家和寒门，你都得罪了呀。还有，你想要扩充疆域，想要成就霸业，却忽略百姓疾苦。陛下，民心如水，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。你在军中谋划夺位之时，明明知道要夺军心，怎么成为帝王后却忘了要得民心呢？臣还是记得陛下对臣的提拔之情的。沈之言，你想做什么？弑君罢了。太子殿下那边如何了？殿下已经控制住了宫宴，将陛下亲信全部斩尽。宋侯爷那边也将宫中禁军全部控制住了。到了明天，该改口换陛下了。既然已成定局，沈某就先接夫人回家了。乔乔，我的乔乔。
宿主，风清造反成功了。哦，这和原情不太一样。朱清平身。谢陛下。废帝昏庸，祸乱朝纲，朕已拨乱反正。昨日从龙有功者，皆有封赏。宋泽邀长禁军，加镇国将军衔。沈知言擢户部尚书，监管太仓与漕运。宋国曹上。谢陛下隆恩。清理宫禁，核镇废帝后事，安抚地方州慎，严查余党。臣等领命。赞朝。沈知言，宋泽孝。臣在。你们两个留下，朕还有事要单独跟你们说。沈清，你这脸是浊妻顽劣。昨晚事变，人家宋清一夜未眠，你倒好，一夜温柔乡，好不快活。真是让人嫉妒啊！陛下才是真正的天下之主，有真龙庇佑。昨晚拨乱反正之事轻松解决，臣完成陛下安排的任务。见一切都被陛下安排处理得井井有条，无插手之地，便放心离去。况且，卓西遭人算计，受了巨大惊吓，臣实在放心不下他。沈清倒是和夫人感情颇深。诸位，宴还未散，怎么都不说话了？风清之前很喜欢我的，少年时的情谊最是浓烈难忘。他心里肯定还是有我的，会看在往日情分上放过我和温家一马。风清造反成功，他会放过风萧吗？会放过我肚子里的孩子吗？太子哥哥，我是宝儿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求求你，别！你还是一点也没有变。瞧瞧，郭都没说上几句话，又哭了。温宝儿，你是不是现在还做着孤为你谋反，将你扶上皇后之位的美梦？你不过只是孤以前用来打发时间的笑话玩意儿罢了。看在你以往为孤带了不少笑料的份上，就给你一个体面，毒酒赐死，留个全尸。真丑。青竹，怎么是你？沈知燕让你救我的，还请你慎言，别轻易污蔑我家夫人。
我看见废帝和他离开宫宴了。废帝和他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毕竟我也曾这样被废帝逼迫过。陈妃娘娘，夫人被我家大人保护得好好的，提前回府休息，宫人和沈府的人皆可为证。你且先在此好好养胎，照看好陈妃娘娘，药和膳食都不能出差错。我根本没有诋毁他的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他的安危罢了。现在是新帝登位，他要是和废帝有些什么，也不好摘出啊。是温宝儿封息封亲为主角的风情书，尺度这么大呀！还好我不是主角。封修葬身火海，封亲造反成功，温宝儿被毒死，完全背离了原剧情。背离就背离，不打紧。反正我们攻略成功了，我花掉剩下的积分，刚测了好感度。沈之嫣对你的好感度已经满了，你要不要提前离开？什么？提前离开？提前离开不就等于继续下一个工作？万一下个任务不好做呢？继续在这个世界摆烂不好吗？不要，等我在这个世界死了后再离开这个世界，开始下一个任务吧，这事儿以后再说。你不要太沉溺于这个世界了。攻略者一旦对小世界的人动情，就是这样不想脱离世界。可就算攻略者再不舍，一旦身死，还是会被迫脱离世界。宿主还是太重情了，这点有点不好。我尽量。在这个世界里，不要交际，不要学习，不要工作，没有生存压力。虽然没有手机，但真的是我梦寐以求的养老生活。我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尽情摆烂，以免下个任务不好摆烂。又到冬天了，每年冬天的惯例，投茶雪水封好埋进地下，来年开冲泡茶最是清冽，是专门给沈之言备的。夫人是想堆雪人？夫人，天寒地冻的，别冻着手了，要不奴婢们堆，您看着就行。是要胡萝卜对不对？奴婢这就去厨房拿。夫人，用这个吧，不扎手，当雪人的胳膊正好。夫人快暖暖手，仔细冻着，等大人回来瞧见这雪人，定要夸您手巧。要不要去吃2个桂圆，用果核做眼睛？这应该就是造反成功的风清了。一个纨绔相，一个君子相，还有宋泽妖，一个木头相。果然是风清。沈清你夫人的情况，朕早已知晓，还不快让她起来？
这天寒地冻的，跪在雪地里多冷啊！别冻坏了身子。终于碰到了我朝思暮想的乔乔。微臣替卓喜谢过陛下体谅。刚刚瞧着夫人在堆雪人，这雪人是不是还缺了双眼睛？真是让人嫉妒。陛下，这不妥吧？毕竟是陛下的身边物。哎，沈清，不过是一件手串，就当是给夫人的见面礼。况且只要能让夫人开心，这手串也算值。你说对吧，泽耀？他要碰到朕了，他碰到朕了。只是这么轻轻一碰，也能让人念念不忘。陛下，室外寒冷，臣已在暖室内备好热茶，不如陛下和侯爷随臣前往室内饮茶。好，朕倒要好好品品沈清泡的茶。带夫人回房，别冻到夫人了。哼。开始了。补药暖身。雪地寒气重，需趁热喝下，不可偷懒，不可少饮，务必喝完。这补药很贵吧？我们喝了真不打紧。不打紧，这补药所用的都是寻常药材，不是很贵。大人心善，担心大家陪夫人玩雪冻坏了身子，特意吩咐让底下下人都要喝上一杯，驱驱寒。大人可是心善啊！可不是嘛。沈清博学多才，可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？世上安得双全法？主动割舍，主自诛舍，还可以保留些体面。沈清，你说是吧？沈之嫣是有点才华，但那又怎样？才不敌权，自古皆然。他沈之嫣就算再不满，也不得不服从朕的命令。半个月，半个月，陛下自会得到自己想要的。哼，好。大人，珠子都收好了吗？药有让他们喝吗？有我盯着呢，一切都搞好了。是我轻敌，居然让他发现手串经过了我的手。大长公主那儿也没让他卸下防备。
居然还用瞧瞧来试探我。虽说没有激发毒性，夫人真的把药喝下去了。喝了。他肯定是皱着脸，在心里凶巴巴的骂我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进去吧。吩咐厨房晚饭加一道甜食，不用太甜。晚上吃太甜对夫人牙口不好。半个月啊，我该加快步伐了，时间不多了。没有记错的话，温宝儿肚里的孩子也快8个月了。沈之言没来看过我一次，是因为我现在怀着的是风声的孩子吗？怎么又是这些菜？都说这鸡汤太腻了，怎么又上了鸡汤？好好养胎。又是这句话。我都说了，我不喝这个。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要是没有风清，我还是锦衣玉食的陈妃娘娘，而不是像老鼠一样缩在这憋窄昏暗的暗室里。来人，快来人！我非要有第三种人称，第三个吻痕，非要做贪心的坏人，浪荡的人，造经历的伤口，表情不能怎么又来？佳佳这么凶。盖着3分表面的热吻，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主变动了。大人，这位夫人情况不容乐观，这是要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小。温宝儿，保小。不行，不能死在这里。恭喜这位夫人是位小公子。是时候跟宫内的太后联系了。宿主啊，你是不知道沈之燕昨晚去干了什么？她居然去看了温宝儿。没错，温宝儿昨晚还在，居然没死。保小，沈之燕是不是和温宝儿重燃旧爱了？完
失败就失败呗，无所谓啊。对了，宿主，攻略者是不能在小世界留下子嗣，小世界的人数都是有严格规定的。古人不正是一般都看重子嗣吗？他会不会为了子嗣给你下降好感度？早知道我们在攻略完就溜走算了。哦，他好像这大夫来了。别怕，只是请个大夫检查一下身体。完了，他肯定在说你生育不了的事情。他在庆幸什么？我的粥啊！他写了什么？交代了昨晚干了什么事情，撇清了和温宝儿的关系，还说自己前段日子疏忽了，没做好避孕，还说他一点也不喜欢孩子，不想要孩子。唉，那不是蛮好的吗？我白担心一场了。我就说我选的美人光环很好用吧。嘿嘿，可怜的沈之燕被我宿主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玩弄？不要污蔑一个整天躺床上看画课的废物女大。乔乔，朕可是为你打造了一个极其精致的金鸟笼啊！宿主，你肯定想不到，风清死了，温宝儿之前生下的那个孩子成为了皇帝，温宝儿被人带离了皇宫。慢些吃，没人和你抢。这不正好吗？现在剧情也是他们俩的孩子做了皇帝，大差不差，有什么好惊讶的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也是。这算什么？逼宫吗？这是废帝封修的遗父子。陛下大可放心，这天下之主终究还是姓封的。陛下的确很谨慎，还用乔乔来试探。那个手串的确有些问题，但单用是没有毒性。陛下不是也没有检查出来吗？只是需要激活毒性，比如喝了特制的茶水，再比如长期接触龙血香。陛下每日在这殿中焚的龙血香，便是最好的药引。陛下是在等宋浩爷吧？陛下为成就大业，杀害100多口无辜者性命。宋侯品行高洁，与陛下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他现在以前去为那185口人收尸。封谞当初夺位时，已将其他皇子王爷处理殆尽。封清造反后，又清洗一遍。如今能登位的，只有那个刚出生的男婴了。沈大人，太后娘娘放心，臣答应您的事一定说到做到。您会是后宫中最尊贵的太皇太后，垂帘听政。至于太后温氏过度，自愿前往皇庙，为废帝守灵。我的儿子是天下之主，我理应是这天下最尊贵的女人，我理应留在宫中享受荣华富贵的。我走在城市中，熟悉的他的景色，愿他洗手中，
谁能想到，就是这么一双手，亲手终结了2任帝王的性命。我并非生来便存反骨，年少入仕时，我也曾揣着一腔热血，盼着能与明君行正道，做个治世安民的能臣，留一身清明在青史。可明君2字，从来都是世间难求。我遇上的，不过是2个品行不端，连臣下妻室都要觊觎的昏君罢了。风神身居地位，荒淫无道，强取豪夺；风清举着拨乱反正的旗号，骨子里也不过是另一个见色起意的野心厨。他们踩着江山设备，盯着别人的枕边人，一次次往我的底线上撞。既然君不君，便休怪臣不臣。停车。是北边雪灾逃难来的难民，灾情到了半冬，州县赈灾不利，大批流民涌进京城，沿街乞讨的人一天比一天多。除掉2个昏君容易，可这千疮百孔的江山，流离失所的百姓，还有堆积如山的烂摊子，都还明明白白摆在那里。我要护的，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雨桥，还有这万里河山，千万生民。往后要做的事，还多着呢。当然好了，太适合我这种懒人，给我的长期饭票沈之婷点个赞。想干什么？我喜欢你。罢了，毕竟他以后要去边疆了。我在这个世界其实没待太久，老花眼来的猝不及防，连最爱的闲书都看不清楚了。我心里平静得很，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他一直在重复一句话，可惜我还是听不懂上古音。学上古音了。系统514催了我一辈子学上古音，我总拖着，拖到最后，他最想说的话，我一个字也听不明白。其实我漏的破绽很多了，沈之言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只是从来没问过。沈之安，再见。在我意识涣散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沈之言在我的脸上落下了一吻，同吻一起落下的，还有他温热的眼泪。陛下，神府报丧沈夫人误了。他不在了，小皇帝的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了雨桥莞尔一笑的倾城之色。在他眼里，沈之言一直都是自己无所不能、从容不迫的老师。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沈之言这么不修边幅、满脸憔悴的样子。虽说小皇帝是在沈之言的教导下长大的，可看到沈之言如今这副模样，心里却莫名的有些沉重，好像那位夫人一走，沈之言的魂也跟着走了。没想到自己那么轻松就可以从沈之贤手中夺权，老师乃国之柱石，如何能说走就走？臣这一生只想护住他，如今他都不在了，这朝堂江山，臣也没什么可留恋的。臣心意已决，只想带浊气回乡安葬。陛下已经长大了，臣信陛下能守好。老师，他虽是万人之上的皇帝，但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学生。听说沈之言几乎花完所有积蓄，在一处风水宝地里修建了雨桥的墓穴。听说一直驻守边疆的宁远侯宋泽烟也回来了。听说他俩被当地书院邀请去做了先生。小皇帝最后一次收到消息是沈之言的死讯，等他匆匆赶往那里，宋泽耀已经把沈之言下葬了。我还是没能争得过你。3个人的一生就这样无声地落下了帷幕。宿主，这次的衍生世界叫灵魂互换后和高冷校草在一起了。据主系统说，是个还在实验阶段的新生世界，本来没打算投入使用的，结果被某只手黑的桶以极小的概率抽中了。那只手黑的桶，该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打工狂魔吧？剧情是这样的，
大二女生文子玲和校草纪灵州意外互换了灵魂，两个人都不得不被迫扮演对方。从一开始的磕磕碰碰，到后来暗生情愫，最后纪灵州的姐姐发现秘密，请来大师，两人灵魂归位，在姐姐的撮合下走到一起。那我呢？我在这个世界是什么身份？你的身份嘛，有点复杂。你是女主文芷玲的校花室友，看着是个有钱的白富美，实则心胸狭窄，无比贪婪。原主平时在宿舍里一直对着占据女主身体的纪灵州恶言相向，所以纪灵州对你这个室友好感度基本为零。开局就拉满仇恨值，真有我的。还有一个身份，你是南三丰毅异父异母的妹妹，但注意，是假的那种。在知道姨妈雨梅做了别人的情妇后，原主和姨妈一拍即合，伪装成丰毅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想染指丰家的财产。但丰毅早就知道了她的身份，一直留着她，只是想借她的手把错误的信息传给丰父。最后，原主和于梅都被赶出了丰家，她没脸在 G 大继续待下去，休了学，走上了姨妈的老路。所以我的结局是被赶出家门，退学，然后不仁后臣。别急别急，还有一个关键人物没讲，丰毅，他之前因为你的原因，意外和为灵魂互换的文子玲认识了。他本来想在解决完家事之后再去了解文子玲的，结果等他忙完了，他的表弟纪灵州已经和文子玲在一起了。所以简单概括一下，我是恶毒室友加冒牌妹妹，开局负好感，结局被扫地出门，男主男二全跟我没关系。行吧，开工。你爸又带着情妇和私生女认祖归宗了。就这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你爸也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，可每一次连祖宅的大门都没进就被你爷爷赶走了。可这次不一样，据我所知，那个私生女已经搬进你家祖宅了。你确定？千真万确，人家可是刚考上暨大的高材生，听说你家老爷子还蛮喜欢她的，直接把西园那套房送给了她。人家小姑娘撒了个娇，他老爷子直接打电话给暨大校长，免了他的军训。不就一套房吗？那可是西园的房子，一套就1亿了呢，就这样直接送出去了。你什么时候眼界这么低了？丰家业大，只要能让他们老人家高兴，养着他也不是不行。供养一个花瓶花不了多少钱，只要他能安分守己，不要像之前的那几个样，急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那个妹妹啊，好像是叫什么？让我想想。少爷，请。大禹治水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她应该是从母姓，姓禹，叫禹乔。一群废物还想把我压下去，真是做梦。居然能让古板的爷爷同意改造祖宅，这个雨乔还是有点小本事的。少爷，怎么了？少爷，您先前出国谈生意，您可能不知道。不知道我多了一位妹妹的事吗？何叔，你在丰家当了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吧？是的，少爷。真是越发有意思了。这是爷爷的笑声，很久没听他笑得这么开心了。下会儿棋，好，好，好，爷爷不说你了，你想怎么下就怎么下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难怪爷爷会改变原则，难怪何叔会想再替他说话，难怪这些佣人都心不在焉。老四，说吧，你又从二手市场淘到了什么宝贝？不是二手市场哦，人家是在暗制里买的啦，其实也挺好用的，对吧？冰肌玉骨丸，给你无瑕好肌肤，真是太好用了呢。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想我？哼，我现在正在想该如何把一只名为514的统国术化。可是我感觉它还蛮有用的呀，你看，整个人都跟那种玉石没有多大的区别。那我为什么现在看到枫叶就想扑上去，把他的衣服全部撕烂，使劲的贴他的肌肤，跟得了肌肤新克症一样？514。你确定你去的是暗室而不是海棠市？你知道的，小室的石油说延伸，它也是小说啊，后面不让搞，但里面的道具有的没有销毁干净，所以这个所谓的冰肌玉骨丸是 Q 去用品，也不至于啊，一颗40积分呢，还不是你一点也不好好工作，搞得我都没有获得男主积分。你要是好好工作，我就可以获得一大笔积分，就不会去暗室了。即使你获得了再多的积分，你也只会去二手市场，你个抠门桶。咋了？我收到了攻略积分原来只要满了好感值就可以拿到积分啦啦啦，我简直是这个星期最能干的童，今天也要好好工作，干巴爹。你好，我是丰毅。你好，雨乔。
好舒服。他刚刚是不是握太长时间了？他刚刚是不是握太长时间了？哎呀，叫那么陌生干嘛？都是一家人了。刚刚听黄妈说了，阿义回来了。哎呦，你这半个月在国外饿到了吧？让奶奶看看你有没有变瘦。奶奶，我也不是小孩了，怎么会让自己饿着？可我瞧着瘦了。没事啊，奶奶让黄妈给你做了你从小就爱吃的糖醋排骨，也做了乔乔爱吃的。天天和那个老头子下什么棋？来和奶奶一起。昨天给你买的小裙子，喜不喜欢啊？果然是奔着钱来的，贪财的小骗子。实不相瞒，这是我收到的第3张黑卡。我喜欢这个动不动就给我塞卡的世界，让资本家的金钱彻底腐蚀掉我的灵魂吧。小气，我就看看怎么了。怎么样？你那个妹妹没作妖吧？没，就当一个吉祥物养着，跟个小兔子一样的，不对，跟个小猫似的。那风爷爷那边怎么说？雨乔的出现不会影响到财产的分配吧？影响不大。爷爷在饭后找我聊了，遗嘱其他的都不变，只是会给雨乔留几套房产铺子和0.5%的丰氏集团股权。什么？0.5%的丰氏集团股权好像价值20亿，而且还是美金。一点小钱罢了。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懒的人，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能躺着就不坐着，能坐着就不站着，连走个楼梯都会摔跤。幸好我在后面扶住了他，都不知道他怎么考上 G 大的。爷爷奶奶不给他留点钱，他都能把自己饿死。你还是我认识的风毅吗？你不是平时最讨厌那些私生子私生女了吗？懒成这样的第一次见，不养着还让他死吗？毕竟是妹妹。反正你还是好好提防着，毕竟你爸还一直觊觎着你手上的丰氏集团管理权。你那个私生女妹妹该不会是你爸特意安排过来对你使美人计？我吹头发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等你说完，天都要亮了。是错觉吧？好香。有事？风毅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我最近发现自己有个问题，只要靠近你，我就特别想碰你。我查过了，这叫肌肤饥渴症，长期缺乏抚爱引起的心理问题，患者会强烈渴望与他人一空有皮的接触，如果不接触，会很难受。我问问医生。肌肤饥渴症，长期缺乏抚爱。医生说了，确实有这种症状。既然确诊了，那就按科学的方式处理。我会安排心理医生做长期干预，再请专业护理人员帮你。可是，我只对你有用。我会帮你先试试其他方式。那现在可以试吗？5分钟。该松开了。明天早上7点半，我来叫你。要是我又犯病了呢？忍着。冷血。
今天的10分钟，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还没到时间。早饭的时候都没用，我攒着呢。都快忘了我在这个世界的身份是女大学生。514，能不能直接快进到剧情开始的时候？对于大学，我还是秉持着能少上1年是1年的态度。回收价500克2个积分呢，嘿咻嘿咻，又是2个小积分，房子马上到我手。我的250克，那可是1个积分。你叫桶回来就是为了让桶看你享受，没天理啊！怎么会有这么不心疼桶的宿主？哎呀，叫你回来肯定是因为有事啊。514，能不能加快一下进度啊？这好像不可以哦。哼，上个世界我可是帮你拿到攻略积分。可是加快一次要1万积分啊！1万！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除了上个世界外，你好像也拿到了前4个世界的攻略积分。彤彤啊，那些积分到哪里去了呢？我记得是全部被一个叫514的桶挪走了吧？算了，不让加快进程就不加吧。虽然我因为吃了冰肌玉骨丸患上了皮肤依赖症，每天都痛苦不堪，其实再上个大一也无所谓哎。大一的时候还被人议论。不就是1万积分吗？我出！514，为了与你绑定，我耗尽了自己平生所有的运气。不过加快进程后，场景可能会发生变化哦，大家对你的印象也会被极大的削弱。没事。那素如，你闭上眼睛，先做好传送准备。翻到第84页，终于讲到了同学们最期待的内容。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饱受争议的传奇人物——沈之燕。沈之燕，好耳熟的名字。这不是那谁吗？他是你第1个世界的老公。唉，就是古代世界装聋作哑那个。你还记这个？你不是去打工了吗？你什么时候拍的？打工摸摸鱼怎么啦？我帮你记下这个留作纪念。这有什么好纪念的？等我以后成为优质系统，被载入史册，这些攻略战绩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们上课呀，还是好好听一下子的，不要每天上课都跟在演舞台剧一样，天天演什么睡美人啊。来，这个同学，你说一说你所了解的沈之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嘿，这还不好答，说出你的身份，吓死他们！你可是他的妻子。你是不是忘了，那个时候的我们都听不懂上古音？沈之安的第1任妻子叫温宝儿，被封修给抢了，封修又给赐给了他一个妃嫔。后面沈之安又连杀了封修和封清2任帝王，扶持了温宝儿和封修的儿子。笑话，虽然我听不懂上古音，但我看得懂繁字啊。这可是沈之言亲自写给我看的信息，我可是拿到了第1手史料的人。这位同学以后还是不要太沉浸于野史和电视剧里，我们学历史的要学会辨认史料的真实性。你真是疯了吗？怎么把我亲爱的宰相大人的剧情说出来了？我说的明明是真的，真个鬼啊！我看你就是睡懵了。沈之燕，你为什么要为了我连杀2位皇帝？我真的不值得你那么冒险。林巧巧，为了你，弑君又如何？这不是沈之燕。宿主，你疯了吗？你把这个世界的历史线全说出来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怎么了？真的也不能说呀，你那些是剧情内幕，不是这个世界公认的历史。你让这些学生怎么想？沈之涵杀了2任皇帝，还扶持小皇帝，这跟课本完全不一样啊！我有证据，我看过沈之潭亲笔写的信，还有他亲口告诉我的事。谁能证明？你拿得出来吗？你在这个世界的身份是大2学生，不是历史学家，你哪来的第1手史料？你以为你是在分享学术成果，可在他们眼里，你就是把野史和电视剧当真的中2学生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只能祈祷他们没有听清细节。宿主，你自求多福吧，我先撤了。我当然知道啊，我男神才不会那么 low。
现在不尊重历史的影视剧太多了。刚刚那位女同学说的也不完全错，现在的确有学者研究发现沈之涵弑君之事可能是真实存在的。不过沈之言娶过2任妻子的说法可就错了。众所周知，沈之言一生只有1个妻子，连小妾也没有一个。甚至在妻子死后，当时已经权倾朝野的沈之言还果断放弃了高官厚禄，辞去了官职，只为了给妻子守墓。沈之言这是抹去了温宝儿的痕迹。也是在那个阶段，他写下了《魂归西来录》，里面收纳了200多封他写给亡妻的信件，80首悼念亡妻的诗词。可惜《魂归西来录》保存不当，导致里面内容有所缺失，部分字词还需要商榷。他的妻子据说也是一位妙人，因为我们现在还未能发现沈之暗和他赐的墓诀，我们能掌握到的史料也十分有限，但却可以从《魂归西来录》中那200多封信窥探到一点他妻子的信息。就比如他的妻子名乔。而且还有这么一个说法，沈之燕在某种程度上还推动了文字和发音简化。据说是他的妻子患有心疾，不常开口，又酷爱看民间小说，导致晚年又患有眼疾，看字常模糊。他忧心妻子，便会根据妻子的阅读习惯，把个别文字简化，又用大字重新体抄一遍，方便给妻子观看。不愧是我男神啊，有颜有权有才，还那么痴情。很奇妙的感觉，我和沈之言也做了20多年的夫妻，却在他死后才了解到这个人，还是从他人处了解到的。我以为自己早已将他遗忘，可现在一回想，那些腐朽的记忆却重新焕发了生机。这不是沈之堂，知道后人把他画成这个样子吗？乔乔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方特助，去替我找几个男仆。方总，您对那些男仆有什么要求？找个聪明点的，会听话，身高180以上，脸好身材好，背景调查要清白，好控制，还是不可靠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男人的心思最肮脏，都躺在一张床上了，谁知道那些男人会不会对雨乔的动手动脚？毕竟只是让雨乔抱着睡觉而已，我得保护好她。更何况那个小骗子还蠢得要命，不看着点根本不行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毕竟我是不会害雨乔的，只是不想让爷爷奶奶担心，只是出于对妹妹的保护，反正不是出于什么原因。我得保护好自己。对了，你们知道去哪儿了吗？文子玲去哪儿了吗？她刚刚居然没有来上课，幸好老刘没点名，不然她就完了。老刘啥都能忍受，就是不能忍受迟到。不知道啊，他好像午去后就一直没有回来。上课前我还给他打了视频电话，他都没有接，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的确是出事了，但也没有多大事。现在这个时间段，估计室友文子玲和男主纪灵舟已经成功灵魂互换，正在某个地方大眼瞪小眼，商讨应对对策。没事，我们先回寝室等等吧，要是他晚上还没有回来，我们再跟老师反馈。进来。我还以为谁来了呢，原来是你啊！自家人敲啥门呢？打扰我看视频了。玲玲啊，你下午去哪儿了？老刘头的课你都赶逃，幸好他今天没点名，不然你就等着被扣平时分吧。
下午临时有点事儿耽搁了，没事儿，下次不会了。这就是这大校花雨乔的床位，生活习惯也太差了。看来校花也只是传的好听。还是先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。玲玲，怎么了，雨乔？玲玲，我们今晚一起睡好不好？不许不许！乔乔，你跟我睡，我也要和乔乔贴贴。玲玲，你好香啊！对了，我是最后一个上床的，我刚刚没有关灯。没事儿，思思床边挂着撑衣杆，她等会儿会用撑衣杆去关灯的。我刚刚看到好多人在表白墙上撸乔乔的联系方式。真的？当然是啦，不过那些男的都配不上乔乔，校草纪灵州勉勉强强能配上吧。乔乔，你觉得呢？不，其实我感觉沈燕比纪灵州更配乔乔一点。沈燕学长看上去比纪灵州更可靠，更有人夫感。乔乔，你觉得沈燕怎么样？原本打算今晚过后就提交离校申请，争取搬出去住，可现在什么想法也没有了，对灵魂互换的抵触也在这片黑暗中莫名其妙的消散了。乔乔，晚安。到饭点了，一起去食堂吃吧。点了外卖。那晚上呢？开什么玩笑，当然还是点外卖啊，我这么懒。可是外卖不健康，食堂也健康不到哪里去，都是淋巴肉。没事，我还点了一杯奶茶，以毒攻毒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雨乔的作息规律没有一个是健康的。刚刚打电话的是，哦，我哥，他来给我送饭了。我外卖已经到楼下了，你们不嫌弃的话就去拿着吃了吧。爱你。奶奶让黄妈送来的家常菜，还是家里做的更卫生、更健康。替我谢谢奶奶了。你怎么换了个特助？怎么，你很注意方特助？他那个穿着很难让人不注意到。被我下放了。原先还挺正常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突然跟中了邪似的，一直糟蹋自己的形象。轻点儿。好舒服。我试过各种方式，但他的症状只有在接触我的时候才会发作，也只对我一个人有效。这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对他很重要吧？什么狗屁肌肤饥渴症，估计是他为了刻意接近你而编造的谎言，太可怕了。他和他那个情妇妈就是想用丑闻毁掉你。不会的，他不是这种人。怎么不是？我的人可观察到他那个情妇妈这几天一直在季大萧门口出现过。你说那个情妇是来找谁的？放心吧，我心中有数。你刚刚一直盯着那个蛋糕看，不会又想打包带给雨乔吧？你看看，你这是心中有数的样子吗？别说了，我有自己的节奏。给你买了个小蛋糕。对了，卡里是不是没钱了？有啊，怎么了吗？那你怎么穿这个？竖条纹的显瘦。算了，你高兴就好。知道了，啰里啰嗦的。等会儿我会往你卡里打点零花钱，对自己好一点，不要什么都不舍得买。真是的。现在来 G 大南门口的咖啡厅见面，不要忘了带上我让你拿的东西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
我姨妈找我，让我去南门口一趟。哦，乔乔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姨妈找我。那乔乔，我先走了，我和别人有约。去吧。我要一杯气泡水。上次跟你说的事儿办好了吗？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之前让你帮我带的那个东西。哦，是之前你让我帮忙找的那个资料袋是吧？你小点声。你拿到了吗？你就给我拿了这个？是啊。不是说要跟资料有关的吗？你看，这不正好符合吗？可我想要的不是封面，是内容。哦，雨乔，你别以为老爷子他们承认了你的身份，你就可以彻底摆脱我。你别忘了，你现在到手的一切都是靠着我的。你的底细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。你说，要是我把那些事说出去，你还能穿着这条裙子吗？那你去说吧。乔乔，你疯了吗？还继续吗？你想替我接这个电话吗？乔乔，刚刚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？你在哪儿？快告诉我。没事，手机误触了而已。那就好。今天中午就别给我送饭了，我想吃点别的，家常菜天天吃也会腻的。在外面吃注意卫生。冯总，回去开会。同学，请等一下。搞什么啊？原来沈岩今天不在这上班，真是的，白跑了一趟。小姐，您的卡。早知道就不选给我这种小小的作业，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到底是谁把情书加在了平时作业中，给了老张这个灵感的？学长是骗我，他当时明明跟我说这门课很水的。打扰了，你们好，我刚刚路过，好像听到你们是在说上古音。是的，雨同学，你们知道我？很难不知道。那能不能麻烦你们告诉我，你们刚刚在用上古音说哪句话？我爱你。不是，我是说，刚刚我们在用上古音说我爱你。我在说什么？我知道，谢谢你们。2000多年前的那句告白，穿过了几个世界的维度，终于还是被这股秋风送到了我的耳边。好，都卷起来了是吧？不行，他们都去图书馆了，我也要去，反正都已经换好衣服了。都背着我卷是吧？来啊，试试看啊，看看到底是谁卷谁。真爱降临，好熟悉的感觉。就是我的魔法，恋爱和战斗都要勇往直前。纵使山高路远，莫道止步。他准备的那么充分，结果却在这儿打起了瞌睡。他的头一定很疼吧？他额头上有没有被擦伤？有没有淤青？要不要让底下人去？等等，底下人？我刚刚在想什么？我可能没有这样任性浪费时光的机会。If you feel my love, your skin looks like 进入你的梦境，就像抵达了花海。I don't know 为什么还在蔓延，1点钟只想你在身边。我牵紧你最后，事实上是骗人，怎么能够？你好香啊！谢谢。同学，可以放开我了吗？
这绝对不可能！闭嘴！他沈之言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宿主，你笑什么514，这是一个还在实验阶段的新生世界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果第一个世界真的重启，那我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。第一个世界的剧情因为我的出现而改变，小世界的重启不仅没有覆盖我的痕迹，还因此衍生出了新生世界。这是因我而诞生的新世界。那沈之嫣，他是沈之嫣，又不是沈之嫣。这个世界在生成时偷了个懒，他只是沿用了沈之嫣的外貌数值，没有沈之嫣的记忆，没有沈之嫣的身世。他是一个半旧半新的人。同学，可以放开我吗？桌面上的水绿色小闹钟正在显示时间，现在是中午12点25分。我此刻本该出现在食堂窗口里，做着那个1个小时10块钱包午饭的打餐工作，现在却抱着一个不认识的人陪着他在这里一起浪费时间，就应该用笔袋给他整好，然后转身离开的。可身体却不听使唤，完了，我控制不住我自己。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是哪个专业的呀？宿舍是哪栋啊？你的手好大啊，比我的手大好多哎。你身上好香啊，用了什么沐浴露和洗衣粉啊？好好的一个美人，全被这猥琐的行为言论给毁了。果然，靠人不如靠己。我514这一生注定是拼搏的，一切为了房子。那个，这里是图书馆。我叫沈燕，砚台的砚。原来你就是沈燕啊！依照小世界剧情，沈燕是这个世界的男二，家境贫苦，命运多舛，在书中是白月光的存家身。可随着男女主感情逐渐越少，那个曾惊艳了大众的青年，宛如昙花一现，短暂而绚烂的路过了剧情，没有留下一丝痕迹。没有人知道他的结局，也没有人在关心他的结局。你好，我叫雨乔。你找什么？找镜子。你不问我找镜子做什么吗？不知道。我想看看我脸上是不是沾上了什么脏东西。如果没有沾，那为什么你一直不肯看我？没有脏东西。一起去吃饭吗？我还要做网上接的散活，帮别人做 PPT。下午2点要听课，晚上要去玩府机构。我没有时间陪着一个大小姐吃饭。雨乔，G 大鼎鼎大名的校花，连我都听说过那些传闻。不用军训，每天豪车送饭，谁都知道她家境不凡。她和我有着天壤之别。好。不是，我本来要说不去的，怎么成好了？我的嘴不听我的，他是不是给我下蛊了？完了，完全没有一点抵抗力。走吧。我以为他会去那种高档的餐厅，吃着高雅的日料或是法餐，没想到他直接带我来了食堂，2食堂1楼第4窗口。啊！完了，阿姨肯定误会了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他爱吃辣，记住了，爱吃辣。他不爱吃苦瓜，估计也不爱任何带苦味的东西。大哥，你这能也不交钱？他话好多，但我不觉得烦。3分钟做的规划又一次被打乱，但我却没有一丝后悔的情绪。拖延一下也不是不可以，大不了今天晚上辛苦一下，熬一个夜。等等，怎么又被按树上了？他怎么这么熟练啊？真受不了了。我是被迫的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，他根本没在反抗。我明明没有做什么，连亲都没有亲他，只是摸了下而已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？
我就摸了摸。我赔你一件新衬衫，我赔你，我赔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。我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太荒唐了。半个小时前，我们还是普通的学长学妹关系，可正常的学妹会这样对待她的学长吗？可女朋友对自己的男朋友做这些很正常啊。怎么，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？你留着长发，这是狼尾，帅吧？我不会这样笑，也不会留什么狼尾。哦，温子玲，你的性格可跟之前不一样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或许才是真正的我？换回灵魂这件事，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了。月底是封家老爷子的70大寿，为了保守起见，我已经让人备好了礼物送过去。那天你就一直待在这里，不要出去。就算是我姐打电话叫你过去，你也不要去。好。是谁？沈燕。我都说了，雨乔明显跟沈燕更有 CP 感，你看怎么着？真被我说中了吧？可是沈燕家里不是很穷吗？她可是贫困生，一个贫困生能给雨乔什么？没关系啊，沈燕没钱，但咱们雨乔却有钱。然后乔乔包养她，玩弄她，然后移情别恋，让她心死出国。几年后，沈燕带着超级天才宝贝回国，被一直苦苦寻找的雨乔看见了，两人又开始天雷勾地火。停，你这是一口气看了多少篇霸道总裁爱上我？哎呀，人家思维发散一下而已啊。反正我是不太看好。如果没有灵魂互换，现在跟雨乔在一起的会不会就是我了？玲玲，你今天晚上睡自己床上吧。他不需要我了。是因为沈燕吗？这关沈燕什么事？这床太窄了，不适合2个人睡。今天中午和下午都一直黏着沈燕，那该死的冰肌玉骨丸所带来的后遗症已经都压下去了，我也不需要和其他人挤着睡了。还是这样睡舒服啊。沈大人，可不要认错了自己的夫人。乔乔，怎么可能？雨乔。